进入2022年，全球经贸领域的第一个重磅事件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1月1号正式生效。这一协定有望取消15个成员国超90%的贸易关税，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最为难得的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RCEP 如期生效实施，充分体现了有关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样的积极氛围下，美国媒体却开始担心。与亚太地区的经贸渐行渐远的背景下，美国未来或将无法参与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0国正式生效，韩国也将于2月1日加入到生效实施中。RCEP 生效当日，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将超过65%，与韩国相互之间立即零关税比例将达到39%和50%。中国与日本是新建立自贸关系，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将分别达到25%和57%。最终86%的日本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中国出口至日本88%的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举例来说，降税完成后，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椰子汁、菠萝制品、纸制品，从日本进口的电磁炉、电烤箱以及大部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零部件都将逐步免除关税。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纺织服装、部分水产品和蔬菜等也将逐步享受零关税待遇。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到2030年 ，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净出口增加5190亿美元，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也就是你能看到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上升了。过去是比方说1:1、1:1或者1:10，那么今天呢就是15了。所以呢，这个关系的稳定性，我认为非常重要。最关键呢，亚洲毕竟是中国主要贸易地区，90%对我们不管是就是消费者和投资者，或者说进口商都是有利的，因为你的商品马上就，比方说汽车零部件，比方说电子产品，比方说服装，比方说其他的。各种东西，只要在这14个和15个国家之间，我们都会马上采取。各成员国企业也敏锐地捕捉到了 RCEP 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深圳为例，生效实施首日，深圳14家企业同获签发32份 RCEP 证书，涉及出口金额约305万美元，涵盖化学品、灯具及零配件、塑料制品、汽车零配件等。这些企业将获进口国关税减免约4.7万美元。以前我们只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国家，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国家更多了。因为有关税的减免优惠，我们的成本将更低。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价格低、竞争力更强的产品流入国内。这就是我们要求要做好自己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RCEP 的生效实施对经济外向度极高的深圳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该协定将为深圳的5G、机电、汽车、医药、纺织品、服装等特色和优势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少经济学者形容称 ，RCEP 正式生效为2022年世界经济献上一个新年大礼。德国之声日前在一篇报道中分析，新的变种病毒、供应链短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阻碍2022年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在此背景下 ，RCEP 在新年伊始的正式成立，无疑是给发展前景不明的2022年世界经济注入了确定性。亚洲地区现在成为应该说中美博弈的一个关键地带，而这个地带呢，政治安全是不稳定的。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和日本能加入？实际上他是看好这个地区经济增长。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你政治安全怎么往美国走，但是经济关系，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你就在 RCEP 了。那么这种稳定性，我一直说，像汽车的安全气囊，即使要创了，可能还有安全气囊保障。这种作用可能大家都看到的是经济利益，我更看到的是安全环境。人民日报引述新加坡贸工部长严金勇认为 ，RCEP 生效证明了该区域即使在艰难时期，仍保持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决心和承诺。人民日报报道还指出 ，RCEP 成员国均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额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
RCEP 生效将让合作伙伴更充分地分享中国开放机遇和发展红利。实际上 ，RCEP 还释放了更加强烈的区域合作信号，因为这项自贸协定拉近了东北亚3个重量级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作为首个将中日韩3国连接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将有望大大促进这3个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自2012年以来，中日韩一直就3边自贸协定展开谈判。日本富士通公司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马丁·舒尔茨表示，RCEP 或许能稳定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同时强调 ，RCEP 释放了一条明确信息：人们不想再拿关税当武器。最关键呢，跟日本的关系，日本是我们这安排当中没有的，因为我们跟韩国、东盟、跟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 FTA。但是日本没有，但是这一次呢，日本跟中国、日本跟韩国、东北亚这一片打开了，而它的市场打开呢，就日本跟所有的其他14个国家的，就是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合作了。所以我说，整个一盘棋搞活，可能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随着 RCEP 正式生效，在一片积极向好的合作声音中，关于美国的讨论显得格格不入。《华尔街日报》直言，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启动贸易协定时，美国仍在一旁观望。该报道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称，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共同加入 RCEP 后，中国将在制定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损失的则是美国的利益。报道分析称，除了 RCEP 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中国还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更多地区协定。而反观美国，不仅自己退出亚太经贸群，至今仍没有计划重新加入，与亚太地区的经贸渐行渐远，无法参与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有美国智库在关于 RCEP 的分析中警告称，美国的缺席使中国能够巩固其作为该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一旦中国未来敲定更多贸易协定，中国在地区贸易谈判桌上的存在将更加凸显美国在该地区的缺席。不过，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陈凤英指出，美国退出亚太经贸群并不意味着缺席或者放弃该地区的规则制定权。陈凤英分析称，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将国内就业率和蓝领工人的权益作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一些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制造业，进而打击国内就业率，因此主动退出。然而，在去年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大张旗鼓地对亚洲展开访问，可见美国同样把印太地区作为未来经贸发展的重点，并且美国寻求的是更高层次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定权。美国现在下的是一盘大棋，它的大棋的结果就是还是要围堵。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个战略它没有变，只是影响美国的蓝领工人和就业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所以我想，如果到今年上半年，他如果真的把印太国家组织为一个叫经贸联盟的话，那我们能看出端倪。但是制度性的竞争，或者说要素性的竞争，这是他不会放弃的。